豪门大姐将你接回家的首日，恰巧撞见二姐携着那绿茶男友，跪地祈求爷爷应允他们的情事。正当他们相拥痛哭、声嘶力竭之际，爷爷满心怜惜，险些就要应允，然而家人却聆听到了你的心声。你暗叹这傻二姐啊，那男友确实从未让她汇过1分钱，她不过是间接的贪图着罢了。她想买什么东西便发到朋友圈，可怜这二傻子竟全然不知，每次还得找各种借口，自然而然地将东西送过去。这二姐啊，哪儿都好，唯独投胎时没把智商给点亮。她将别人当作白月光，可别人却把她当作替身，只待一朝龙王归位，第一个拿来祭天的就是你。二姐听闻此言，瞳孔猛地一缩，满脸难以置信。这不可能，什么叫拿他来祭奠？什么叫替身？爷爷心中一时骇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不是这孩子的心声？他移开视线，试图窥探周围人的反应，却恰好与大姐对视在了一起。这大姐可是最合他心意的大孙女。爷孙俩心有灵犀，大姐不动声色地朝老爷子点了点头，显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两人决定暂且按兵不动，再瞧瞧后续的情况。你全然未曾察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场上已然暗流涌动。你注意到二姐投来的目光，但并未在意，只当对方是从未见过，多看了2眼，内心深处满是对自己的同情。这二姐看似风光无限，实则不过是别人小情侣感情纠葛中的一环。周景深此次前来找人，纯粹是因为和对象闹了矛盾，想借着二姐去刺激对方，顺带看看你这傻人傻钱多、长得还漂亮的家伙，还能寻求一些心灵慰藉。等他复合之后，第一个踢开的就是你。二姐听到这些，情绪都有些失控，但她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就算是一些钱财的事，那也不重要。景深救过我的命，他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爷爷嗤之以鼻，心中暗道：你的大清早亡了，现在哪还流行以身相许那一套？还不等老人家开口嘲讽，一道毫无顾忌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救命之恩，周景深什么时候救过你这便宜二姐的命？爷爷刚要起身的动作顿时僵住，那老狐狸似乎听出了些端倪，佯装无意的开口问道：你说的是大学那次海难流落荒岛的事吧？二姐虽然恋爱脑，但此刻也察觉到了这老头打的什么主意，可她不愿相信，干脆爽快地承认道：没错，就是那次海难。你在脑中急速搜索着关键词，忽然灵光一闪，我想起来了，我的二姐太惨了，她真的太惨了。二姐心中疑惑，不是我怎么又惨了？你快给我说说。你悄悄告诉她，当初海难的时候，压根就不是纪伯真拉着她上小岛的，她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是那海豚把你拱上岸的。二姐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即便如此，周景深也确实照顾了她1天1夜，还给她带了草席。你毫不留情的补叨道，至于照顾，那纯粹是扯淡。给她裹张草席也不是为了送温暖，只是单纯怕你死了发烂发臭，会招来什么病罢了。那1天1夜完全是二姐凭借自己的命运撑过来的，只是醒来时周景深恰好路过，见你没死，便冒充起了救命恩人。亏得二姐还真信了，获救后不仅把对方当作白月光，还大把的送钱。明明要是真想报恩，就该去海洋保护协会献份力。场上陷入一片寂静。周景深虽不知商家众人为何突然转变了态度，但总归对他没什么坏处。程姐，你家人不反对我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我刚刚突然想起，当初落海的时候，好像见到了海豚的身影。景深，你对这件事有印象吗？二姐突然冷不丁的发问，猝不及防的将周景深问的心跳剧烈收缩。这人怎么突然有印象了？你记错了吧？我没有印象。周景深强装镇定，但他刚才流露的慌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二姐眉头紧锁，声音陡然变冷：周景深，你为什么要撒谎？就在刚才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都想起来了。那1天1夜，只有我一个人躺在沙滩上，你从来都没有救过我。周景深大惊，老天在上，怎么突然点亮二姐的智商了？你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喊，差点让二姐的表情管理崩塌。周景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几乎已经说明了答案。他内心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二姐失望的摆手：你走吧，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不要再来找我了。周景深涨红了脸，从未想过这谎言会在如此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揭穿。顶着商家人意味深长的目光，他此刻真的心态崩塌，慌忙逃离了现场，看着那离去的背影。二姐垂着头，神情落寞，似乎很难过。不要难过了。二姐听到这道安慰的心声，莫名有些感动，看向这刚带回来的弟弟，老爷子轻咳一声，好歹是他的二孙女，万一真被气死了，还得我这老头来收尸。他瞥了你一眼，嘿嘿，你就是商旭吧？过来。突然被点到名，你总算想起自己是来认亲的，连忙小跑过去：是我，爷爷。你好，你好。爷爷矜持地点了点头。他商离尘在商场叱咤多年，向来人狠话不多，没想到老了却突然多出个孙子，让他都不知该如何相处了。不过根据他之前在网上查到的，首先在金钱方面要给足，以防未来为5斗米折腰。这般想着，爷爷敲了敲拐杖，他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索性开门见山地说道：首先欢迎你回到商家，
其次，既然回来了，那有些规矩就得遵守一下了。根据手册的第2条，钱到位后就该带人去见识各种各样的优质女人，最好萝卜白菜都看看，免得未来被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精神小妹得手。正好今天就是一个机会，爷爷把目光落在最省心的大孙女身上，开口说道：“你今天下午要回公司吧？正好把你弟弟一起带过去，原本就打算带你去见见世面的。”大姐自然没有意见，她看向你：“你是想留在这里，还是和我一起去公司？你们这简直是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不过无所谓。看在刚刚给的50万的份上，自己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乖巧的点头：“好的，大姐。”大姐忍不住多看了你好几眼，这小子真的不会有一丝分裂了。二姐要留下来接受老爷子的审判，注定无法跟来。她载着旁边的花王前往公司。你觉得自己要是太沉默，会显得气氛很僵硬，于是开口好奇地询问大姐：“你公司是什么样的？”大姐闻言不以为然：“也就那样吧，规模不大，收入还行。总之你以后要是找对象，就起码要按照我公司这种规模来就行，条件也不是很苛刻。”车子抵达公司楼下，你180度仰头，脖子都快仰断了，却还是看不见楼顶。重新定义了规模不大，收入还行。原来大姐希望你孤生，这真是让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啊！大姐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一句，她挑挑眉，伸手往你脑袋上拍了拍：“看什么呢？赶紧进去吧，顶层一整层都是总裁的办公区域。”大姐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我这边还有一个视频会议要开，你先去一边玩，等忙完再带你去公司转转。”好的。你仔细认真的听了一下，发现自己不感兴趣后，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大姐认真工作时好看的侧脸上。大姐好漂亮啊！听到旁边的花痴宣言，大姐不禁勾了勾唇。几分钟后，你发愁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无比沉重。可惜好端端的美女还不知道自己最信任的秘书早就和隔壁公司狼狈为奸，马上要被陷害去坐牢了，还是以金融罪的名义，对方用长达几年的时间隐蔽的给公司做了假账，这可怎么办呀？自己要怎么不动声色的提醒大姐？自己又没有参加过公司的任何项目，要是突然提出来，岂不是太蹊跷了？但要是再不做点什么，自己大姐就真的去踩缝纫机了。大姐震惊：“什么？”文件被重重地扣在桌面上，你迷茫地抬起头，刚进来正在报告的财务部长也吓了一跳，他结结巴巴地开口：“总裁，是有什么问题吗？”大姐目光如炬：“我刚刚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查账了，你准备一下，把最近几年的财务账本都发给我一份。”财务部部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也不敢多说什么，老老实实去安排。你眨眼，大姐怎么突然想到去查账？是这位财务部主任见你在这说了什么东西，引起大姐注意了吗？历年来的账本很多，各种流水，整理起来最早得明天才能拿到。趁这段时间，大姐站起身对你招招手：“走吧，我带你去公司逛逛，顺便去他3个秘书前晃晃，看看到底是谁要搞他。”好的呢。你一听要出门，打起精神连忙跟上。只是两人刚走到电梯口准备下楼，便迎面的盯上对方穿着得体的蓝色西装，眼神在机智和清澈的愚蠢之间来回切换，有着一种特别的感觉，就像是大学生踏入了社会，又没有完全踏入，假装自己是大人的模样。赵特助是过来送文件的，没想到刚好碰到大姐出门，连忙站起身：“商董好。”大姐点点头：“文件的话放在办公桌上就好。”这是谁啊？感觉好像有点眼熟。听到熟悉的心声，大姐回头，果然看到你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赵特助。他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赵特助是从爷爷那一辈就一直资助的锅，后来他在大学时期接管了商事集团，却始终未曾间断过给予他人补贴。前些年他甚至还将对方送去海外求学，直至去年对方毕业，他才将其召回，当作心腹加以培养。难道是他在暗中陷害自己？这绝不可能，时间上对不上。仅仅1分钟的时间，大姐的脑海中已然闪过无数个阴谋论的念头，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向你介绍身边的人。这是赵鑫，我的秘书，这是我的弟弟商旭。赵鑫有些拘谨地打招呼道：“你好，小少爷。”商旭则大大方方地回应，这让赵鑫内心暗自感叹，不愧是豪门少爷。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听到这个名字后，你的心中仿佛有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那个在未来几年后会成为职业精英的赵鑫，在大姐出狱后依然忠心耿耿，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一同踏上复仇之路，可现在却呈现出一副潦草小狗的模样。这其中的变化让你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去整容了。大姐正愣神地听着这些话，虽然她未曾经历过入狱这种事情，但可以想象得出，如果弟弟所说的那种情况真实发生，自己出狱后的处境将会何等艰难。既然在这种情况下赵特助都愿意帮助自己，那真是太好了。不过可惜的是，赵特助的结局并不好。大姐在监狱中落下了病根，报仇之事进行到一半便病逝了。赵特助原本孑然一身，历经波折后，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一脚油门踩下去，干脆利落地将罪魁祸首送上了西天，与对方同归于尽。看着赵特助那年轻中还带着点傻气的笑容，大姐的眼神不自觉地柔和了下来。他们商家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大姐感觉自己的头开始疼痛起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这次的情报来源被证实是正确的，
那么赵特助将会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大姐对赵特助放缓了声音说道：“我准备带着弟弟去视察一下公司，你跟他一起吧。”赵特助有些受宠若惊，平时这种事情都是交给前秘书去做，集团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大姐特地将你带到了集团的法务部，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又带到了服装部，让你领略什么才是真正的时尚。各个部门的主管前来时，都要带上部门里最出众的人。这一圈逛下来，你感觉自己不是来视察公司的，而是来选妃的。这一下午的行程终于步入尾声，刚打开办公室的门，一个长相格外无害的女人转过身来，见到大姐后立刻露出温和的微笑，从旁边的沙发上拿过一个文件夹，笑道：“商总，您回来了。云锦的项目竞标书我已经拟定完毕，就等您最后签字，就可以开始后续预留竞标金额了。”大姐接过文件，正要签字，辛苦了。不要啊，大姐，那个竞标书有问题。不经意间扫了这边一眼后，突然内心暴喝一声，刚出手准备制止大姐的危险行为，就见对方动作比你还快，啪的一声就将项目竞标书扔到了窗户外，还利落的上前去洗了手。这番举动直接震惊了所有人。你默默收回了自己的手，从洗手间出来，大姐淡定的抽了张纸巾擦手，说道：“刚刚我看到上面有只虫子，我害怕，产生了应激反应。”钱秘书闻言无声的松了口气，他好脾气的笑道：“原来是这样，那我再去打印一份吧，丢掉的那份我让人找回来。”钱秘书笑容和煦，暗暗提醒总裁，这件事还是签字比较好。云锦那个项目，他看还有挺多人不死心。少来了，你这个两面三刀、人面兽心、不怀好意欺骗大姐感情的家伙，云锦那个项目后期可能会烂尾，甚至那块地都会出问题，到时候讨伐之声四起，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假账不经意的抖露出去，然后把大姐推出去顶锅了，是吧？在你的记忆中，这次的云锦事件就是商家里不幸的开端。大姐不敢置信地看向钱秘书，怀疑过很多人，但万万没有怀疑过钱秘书。原因便是他们是高中时就认识的好友，知道对方家境贫寒，早些年他一直都在资助对方，毕业后更是直接带他进入了商事集团。结果没想到大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内心涌起一股被背叛的愤怒。到底是为什么？耳边的心声比他的气愤还要可怜，大姐还被蒙在鼓里。这个钱秘书当年就是故意接近大姐的，她其实是钱氏集团老总的私生女。当年那个渣男在正牌徐夫人怀孕后出轨，和自己的真爱混在了一起。这个钱秘书深知自己私生女的身份永远无法登上台面，于是为了未来能够正大光明的夺权，就故意接近大姐。说起来，钱秘书就是周景深正在发育期的霸总对象，也不知道两人现在和好了没有。大姐突然听到熟悉的名字，目光一凝，这里面还有那男人的事情呢。思绪逐渐发散，应该和好了吧？周景深对钱秘书可是个不小的助力，就算被二姐甩了，手里也还捏着钱秘书的把柄。以前周景深让二姐带他来公司玩，还帮忙偷过文件，这两人也算同一条船上的人。大姐心里冷笑，晚点就让赵特助去调查钱秘书，还不知道就在这短短一会儿的功夫，自己的底裤都被扒得一干二净了。拿着刚从打印机里出来还热乎乎的竞标项目书走来，一张笑脸跟面具一样挂在他脸上。商总，可以签字了。大姐瞥了一眼，回到位置上坐好，缓缓说道：“不着急，可是商总，这个项目很多人都在争取啊，而且我看这个项目前途一片大好，万一就这么几分钟的功夫被人捷足先登了怎么办？”钱秘书一看大姐这副有些准备冷处理的态度，急了，这可是他策划多年的计划，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开始了。结果开头就出岔子，他真是想不明白，自己不就是去打印了一下的功夫吗？刚刚还那么爽快准备签字的大姐，怎么就突然改变主意了？大姐接过赵特助递来的咖啡，细细品了一口，才悠哉地回道：“捷足先登，只能说明这注定就不属于我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钱秘书摆出一张忧心忡忡的脸，说道：“可是我已经与合作方那边谈好了，今天下午就去递交申请，这样算违约，对我们商事集团的名声也不太好。”大姐放下杯子，说道：“这简单，你到时候就跟合作方说，你跑业务跑到半路，发现男朋友出轨，去捉奸了。大姐上辈子怕不是只熊猫，多损呀！”钱秘书嘴角一抽：“商姐，别开玩笑了，那边真的很急。”大姐声音平和道：“项目的事不着急，我到时候再看看吧。我这边有点事，竞标会不会后天才开呢？来得及。”好的，商总。钱秘书心乱如麻，但在极度心虚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再催促。看着钱秘书离开的背影，大姐目光深沉。如果明天真的被查出钱秘书有问题，真的干出做假账这种事，她绝不会让欺骗自己多年的家伙好过。她当然不会把对方送进监狱，因为她要让对方在监狱外生不如死。晚上，别墅3楼走廊尽头的书房里，大姐跟爷爷描述了今天公司发生的事情。刚刚财务部主管快马加鞭赶出了上一年的账本，确实查出了1000万元。根据调查，这件事还可能和财务部的副主管有关。爷爷的脸色尤其难看，没想到大孙女身边的人竟然会出问题。不过片刻后，他又不由得庆幸起来，幸好今天自己突发奇想，让你跟着大姐去公司见世面，否则这件事的后果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这把老骨头能不能撑得过来？老爷子不禁感慨，此次多亏有你在身旁。就在这当口，一道情绪激动的心声传入耳畔：“救命啊！
大姐和爷爷的脸色同时一变，那感觉就好似知识如同烦恼一般，纷纷从他们的脑袋中逃窜出去。他们心里直犯嘀咕，不想努力了，干脆明天偷偷溜出学校，随便找个富婆来包养自己吧。爷爷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心中暗忖，这小家伙一天到晚都在想些啥呢？去找富婆，家里的钱还不够花吗？同一层的房间里，你痛苦地抓着头发，好不容易写完一半作业，另一半决定明天回学校再随机应变。你一拉被子，沉沉的睡去，这一晚睡得格外安稳。第二天天还没亮，你就得顶着一张仿佛怨妇般的脸去上学，心中感慨生活枯燥乏味。你漫不经心地塞了个小餐包进嘴里，司机就已经进门，他负责接送你去学校，问道：“小少爷，你好了吗？再不出发，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来了，大门关闭。老爷子一回头，对刚下楼准备用早餐的大姐喊道：“跟我去联系老五，让他今天无论去哪都把上序带上。”30分钟后，你抵达国内有名的私立贵族中学，这里的学生大多非富即贵，每年都有不少家长争先恐后的把孩子送进来。你心想，如果真能交到有背景的朋友，未来或许就能飞黄腾达。小少爷，要不我送您进去吧？这个羽毛球拍袋子和书包看起来挺沉的。谢谢叔叔，不过不用了。你摆了摆手，提起羽毛球拍袋子，里面竟然发出响亮的光铃声。一时间，两人都愣住了。司机迟疑道：“小少爷，您这球拍是坏了吗？需不需要我帮忙重新买一个？”“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叔叔，真的不用。”你说完，朝学校里拔腿就跑。到达楼下时，你拉开羽毛球拍袋子，暗自庆幸差一点就被发现，里面装的其实不是球拍，而是钢枪。根据你的经验，一旦自己失去了保护，那些平时巴结自己的人就会立刻把矛头指向自己。加上你昨天才坑了对方一笔，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想到曾经课桌上被写下的污言秽语，以及差点被人套麻袋等一系列事情，你眼中逐渐闪烁起兴奋的光芒，仿佛觉醒了一般，等待着自己的猎杀时刻。回到自己所属的班级，你原本在教室第一排的位置，果不其然已经被另一个男生占据了。你也不生气，径直走向最后排靠窗套垃圾桶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桌子，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垃圾2字，格外刺眼。但出乎意料的是，你的位置上竟然还坐着一个女生，她用书本遮着脸，正得意地把脚搭在桌子上。你挑了挑眉，并没有在意周围诡异的氛围，毕竟这群同学看戏的时候总是这么安静。似乎是察觉到了声音，那个女生缓缓拿下脸上的书，漫不经心地说道：“回来了，这不我吴姐吗？她怎么闲得没事来找我了？”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弟弟，初次见面，你不准备跟我说点什么吗？你张了张嘴，刚要开口，旁边就传来桌椅被绊倒的声音。我了个豆，商姐，你地路子走得也太离谱了吧！高中采取住校制，吴姐今天原本在宿舍睡得正香，就突然接到自家大姐的电话，要求她来见见你这个素未谋面的弟弟，还被威胁要是她不干就停掉她的卡。于是吴姐只好无奈地低头。她原本想着随意应付一下就好，结果没想到才去到你班级，就看到你桌子上写着垃圾，还听到了一堆流言蜚语。吴姐当即就怒了，心想不管怎样，我们商家的人还轮不到外人随意欺凌。吴姐原本就是中学声名远扬的校霸，而且有不少流言都传出她家世不菲，总之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人。她冷冷地扫视了一眼教室，顿时原本还算嘈杂的教室鸦雀无声，所有学生都安静地看着她，眸中却带着疑惑和不解，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管你的事。紧接着吴姐的一席话让他们陷入了战争之中。商旭是我弟弟，我罩的，希望你们以后好好掂量掂量后果。至于那几个犯事的，吴姐顿了顿，冷笑一声，不承认也没关系，等商旭过来，我会让他亲自指认。这番话一出，那几个犯事的学生顿时心虚起来。反观其他没有惹是生非的学生，更多的则是震惊。什么情况？他不是鸠占鹊巢的假少爷，然后回到贫困家庭的亲生父母身边了吗？可现在他姐为什么会是商田？吴姐没理会他们之间的暗流涌动，脚往桌子上一搭，书往脸上一盖，开始补觉。她想象着等你到学校后，看向自己崇拜尊敬的眼神。吴姐双手插兜，看向班里的学生，霸气地抬了抬下巴，平时谁欺负你，都给我指出来。你走上前，第一步就把手拍在你位置前面的男生肩膀上。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演技精湛，这个男生眼中流露出明显的心虚之色，虚弱地笑道：“旭哥，找我有什么事吗？”你懒得陪他演，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桌子上那2个字是你写的吧？”“不是这样的，我最开始也没想欺负你，我都是听了别人的挑唆。”吴姐指着教室前方的监控，双手抱臂，极具压迫感的眼神投向对方。教室那么大一个监控，需要我们调出来看看吗？听到吴姐这话，孙俪脸都白了，心中后悔不已。因为先前得知你是冒牌货，家里又没钱没背景，再加上你也没有绝对出类拔萃的成绩，估计校长和老师们都不会护着你，他们要欺负你时也就无所顾忌。没有躲避的监控，谁想到反转来的这么快？何必这么麻烦？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幕吧。你脸上带着一丝残忍的笑意，学生们见状立刻七嘴八舌地指认起来。对啊，我都看到了，大清早的，孙俪就提着个油漆桶，用拖把在桌上写字。
这一句指控传到孙俪耳中，他脸都绿了，一拍桌子，死也要拉着人下水。不是这样的，我最开始也没想欺负你。班主任静静地站在门口，目睹了这混乱的一幕，心中纠结不已。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默默缩小自己的存在感。那3个人已经急红了眼，扭打身材，而吴姐则冷眼旁观着这一切，随后将视线转到脸上平静无波的你身上，心中不禁闪过一丝疑惑：这弟弟不会是受到过什么打击，有心理阴影了吧？想起大姐要让自己一天都带着这个腿部挂件，吴姐想着今天估计也学不下去了，干脆把人领走。她先走到班主任面前，丝毫没把那3个打成一团的家伙放在眼里，随意的叉着腰，等他们打完帮自己转告。这个仇我们商氏集团记下了，最好让他们传到自己父母耳中，相信他们父母那一辈自然会有所决断。吴姐拿出手机给大姐简单发了一下现在的情况，然后继续和班主任交涉，给商旭请个假，今天我要把他带走。好的好的，班主任自然不敢有什么意见，扯了扯吴姐的袖子，问道：吴姐，那我现在是要收拾包袱回家吗？听到姐姐这2个字，在家里一向处于最底层的吴姐感动的都快泪目，面上却十分矜持。不大姐，让你今天跟着我再叫一声。看到对方帮了自己的份上，你故作不解，歪头问道：叫什么呀？没什么，请好假了，我们走吧。吴姐把写好的假条交给老师，迈开长腿大步走在前面，你在后面跟着。吴姐的发小正在跟她卖力的科普吴姐的光辉事迹。说起来，你们商家的基因还真是逆天。你吴姐上课天天睡觉，从来不写作业，成天在外面浪，晚上还总熬夜打游戏，结果考试前3天次临时抱佛脚，竟然都能考进年级前3，简直是令人嫉妒。你跟在后面不停地点头表示认可。安瑞走在最前方，却被迫接受那活跃到不成样子的新生。假的安瑞哪是熬夜打游戏，他那是戴着耳机偷偷听网课呢。早上纯粹是为了迷惑你们再补觉，至于不写作业，在你们看不见的角落，试卷都要被他刷成连连看了。考试那3天只是终于能光明正大卷而已，嚣张只是他的保护色，内卷才是他的必杀技。安瑞看你那么认真听的样子，讲得更加卖力，口若悬河。不是成绩，他体育也贼好，次满分不说，那个体力也是相当惊人。学校有次组团去爬山，那个泰山我们爬到售票处就差不多了，他竟然爬到了山顶，简直是惊为天人。回来后第2天，他照常来上学了，好厉害啊！那你一定没见过吴姐连轴转1天后累到嗷嗷叫的样子，她全身上下都是软的，只有一张嘴是硬的。不止如此，走在前面的吴姐正埋头摆弄手机，她汗都要下来了。这弟弟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出乎意料，平时日理万机的大姐就好像知道他今天会发消息一样，刚发出的消息很快就能得到回复。从大姐那里可以得知，原来她并不是光唯一选中的女人，这个光照的面有点广，把她全家都照了进去。大姐还让她保密，然后记得把聊天信息删掉。至于问为什么你会有那些莫名消息来源，问就是大姐不敢说，也不敢问。大姐，你就当你弟弟是天神下凡，来普渡我们这些凡人就行了。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道口哨声，这不是商姐吗？不知道今晚的比赛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听到这个声音，吴姐和安瑞同时冷脸回首，是一个染了一头金毛的少女，从头发丝到脚趾间都写满了桀骜不驯4个字。商田，几天不见，你怎么拉了？都去奶孩子了？你说谁奶孩子呢？吴姐气得刚想骂人，就听到了身后大阴阳师的声音。哟，这是谁家的小金毛出笼吗？这么嚣张，是仗着有动物保护协会吗？噗！吴姐直接给笑喷了。方姨下意识摸上自己的脑袋，然后脸上一黑，气急败坏，你谁啊你？这是我弟弟。吴姐挡在你面前警告，方姨，你给我放尊重点。方姨是和吴姐不对付，但还没有到欺负小孩子的地步。况且自己刚才群攻确实开得大了点，冷哼了一声，没在这件事情上多做计较，而是冷笑地看着吴姐，你还没忘记我们的赌约吧？希望到时你失败的时候，嘴也能像现在一样。当然没忘。吴姐寸步不让，这句话同样送还给你。撂下狠话后，2拨人马便各自错开。商旭，你怎么了？听到身后安瑞的声音，吴姐疑惑地回头，便见你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方姨离去的背影。她先是一愣，随后想到死对头那张长得不错的脸，瞬间瞳孔地震。弟弟不会看上那黄毛了吧？卧槽，那竟然是我芳姐年轻的时候。这些女的怎么回事？真是女大18变。虽然听吴姐念叨过，芳姐和她上学时是死对头，见面必须嘴炮的那种，但真没想到芳姐竟然还有拽的跟个258万的时候。你盯着那道远去的背影，轻轻摇晃脑袋。芳姐啊芳姐，你现在对我吴姐有多么酷炫到炸天，未来可怜兮兮，百般尝试想包养她的时候就多么狼狈。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这个剧本也挺刺激的。我们家未来会破产，合起来这2个人的剧本就是我家破产后死对头包养了我。吴姐现在瞳孔地震的目标变成了自己，她先是震惊于自己家未来竟然会破产，再一次震惊于自己的死对头竟然在未来想包养自己。不可能啊，那家伙就是个纯粹的直女，但为什么会想包养自己？是什么鬼故事？吴姐整个人都恍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芳姐这么做，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听到关键词，吴姐立刻开启了龟速移动模式。快讲快讲！哎，身边的安瑞这时发出了一声微不可察的叹息，立刻吸引了你的注意。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吗？疑惑的询问。安瑞抬头看了一眼好友的背影，有些无奈的说道：“就是有点担心吴姐。”好了，我现在知道你担心，但你先别担心，我明明马上就要听到原因了。然而后方的两个人并不能体会到前方的着急。你先是不解的歪了歪头，随后联想到刚才的情况，忽然抓住什么重点，好奇的询问：“说起来，你们刚刚说的赌约是什么？”这个问题让安瑞有些犹豫的看向吴姐，不确定能不能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没什么，就是机车比赛。吴姐反倒没有他那么多顾忌，云淡风轻的耸了耸肩膀。此刻是晚上8点，盘山路那边，我即将与方怡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谁若输了，就得给对方端茶倒水，充当1个月的小弟，随意指使对方做这些事。这难道就是我吴姐未来的待遇？只需一句话，方姐就能心甘情愿的端茶倒水。吴姐竟有此等好事，安瑞还是有些不放心。可盘山路那边实在危险，你们就不能换个地方比试吗？吴姐挑了挑眉毛，一提到自己热爱的项目，整个人顿时变得神采奕奕，露出了小虎牙。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放心吧，我都能过去。说完，他又将注意力转回我身上，询问今晚是要回家，还是去他的别墅那边住。虽说高中部实行住校制度，但实际上也可以走读，只要不影响成绩，住不住都随自己。而吴姐为了实现自己脱胎换骨，惊艳所有人的计划，在学校附近买了间别墅。别墅内家具一应俱全，方便他随时入住。车库里还摆放着他各种心爱的机车。你不知道为何对这个盘山路的赌约总是有些在意，当即表示要跟着一起去别墅。可刚一开门，他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了贴满一面墙的英语重点词汇便签，不禁笑了起来，感慨道：“吴姐，你真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啊！这就叫明卷容易，暗读难防。一定要小心那些在你面前嚷嚷着要摆烂的人，他们很可能在给你洗脑，然后在背后悄悄努力。”吴姐脑子里满是大姐和老爷子各种威逼利诱她树立美好形象的话，她含泪点头：“是啊，你也要学习我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啊！”这时，你已经背着手溜溜达达地走到了日历前。你站在日历前，脸色越发严肃，还未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大难。你拿出手机，今天是23年11月18日，盘山路吴姐的赌约。你想起来了，就在今天，吴姐将因为机车爆胎身受重伤，双腿残疾，从此只能短距离行走，再也不能剧烈运动，并且还在 ICU 躺了2天。吴姐听到这个惨烈的后果，惊得往后退了一步，短短几句话，仿佛毁了她好多的温柔。可是不应该啊！吴姐马上发现了盲点，她的机车采用的都是最顶级的配置，就算在石子路上行驶，也不可能爆胎，除非是有人往路上扔钉子，但那也不太可能。如果真那么做，出事的也不可能只有自己。而且她每次出发前都会检查机车零件，也不可能出问题。原来吴姐的机车轮胎内部被人安装了小型引爆器。吴姐瞳孔猛地一缩，没人比她更清楚汽车在高速行驶时轮胎突然被引爆的可怕后果。她都忍不住开始阴谋论了，不会是方怡那孙子吧？但不应该啊，那家伙还不至于这么阴险。你不清楚身后之人的心态已经在你的想法中经历了几番起伏，好像是个要破产的2代，算是方姐的狐朋狗友吧。为了挽救自己的家庭，背着吴姐他们开了个赌场，还邀请其他富2代纨绔子弟一起下注，把家里剩下的钱都赌了进去。方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怎么搞到了吴姐的住址，偷偷溜进车库，把她机车的轮胎都给换了。吴姐脸上保持着微笑，实则内心已经快要咬碎牙齿了。这些情况已经足够详细了，光是私自开赌场这一条，就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的混蛋喝一壶了，必须报警。吴姐暗暗计划着，等执法人员带走那个家伙，她还要去给方怡发去嘲讽，看看她教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就因为这件事，方姐查清楚真相后，在吴姐出事后一直心怀愧疚，就算他们家之后破产了，她都不离不弃，还表示可以养着吴姐。毕竟她有今天都是因为当初的自己开的这个赌约，如果没有这个赌约，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惜自己，吴姐100斤的体重，99斤的反骨，说什么都不干，有点可惜。这小弟又在想什么荒谬的事呢？吴姐内心啧了一声，看在方怡那小子还算有良心的份上，这次就放过他，不嘲讽了。这么一想，她都佩服自己，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她这么善良宽容的人？她忽然记起一件事，回头对吴姐灿烂一笑：“吴姐，你可以带我去你的机车库看看吗？我从来没见过机车，我想见见。”说着，她还加了一句：“拜托了。”这件事不好直接跟吴姐说，只好自己想办法，先摸清楚吴姐机车库的位置，然后再套出她今晚去比赛到底要用哪辆机车，再把轮胎的型号等信息也套出来。吴姐一看就是个会放养孩子的人，到时候自己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溜走了。先去药店买包强效安眠药，再把相应的轮胎买过来，中午把吴姐的轮胎换掉，把心里的计划准备好。你都为这样默默奉献的自己感到震惊，自己的计划简直完美。唯一的问题是自己好像没有修过机车，不过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自己修过自行车，原理应该差不多吧。吴姐听后简直哭笑不得，这简直就是差太多了好吗？你见吴姐没有回答，
又唤了一声，吴姐露出一个笑容，当然可以，不过你等一下。她快速地钻入一个房间，在手机上捣鼓了一会儿，等出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大大的工具箱。吴姐笑容可掬地说：“小弟，你想不想看机车拆解？为了你，吴姐愿意把整辆车都翻新一遍，从零件到轮胎，给你全方位展示一遍。”意外之喜来得太过突然，你忽然发现自己刚刚的计划全部作废，这会不会太麻烦了？不会。吴姐晃了晃手机，笑道：“我已经通知厂家送了一套全新的顶级配件过来，马上就给你表演。小弟，你的爱太过沉重，别累着，在旁边看着就好，还是我自己来吧。”不到1个小时，闪闪发光的新零件就到了。吴姐左手提着工具箱，右手拿着新轮胎，两人一路来到别墅旁边的车库。车库的卷帘门打开，一排排炫酷的机车映入眼帘，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粉的、黑的，各种款式应有尽有。吴姐在一辆火红机车前停下，对你招了招手：“过来，这就是今晚要开出去的机车。”你走过来一看，流畅的车身，华丽的线条，不禁赞叹道：“好帅啊！”那当然，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吴姐说到机车，整个人又变得神采奕奕起来。本来她只是想粗略地讲一下机车的构造，反正她的目的主要是换个轮胎。可是当她发现你竟然没有在内心默默嫌弃她，甚至还挺认真听后，顿时就来了兴致，拉着你迫不及待地介绍起各个部件，直到换到最后轮胎的时候，话题才终于终止。她也没有刻意避讳，直接当着你的面换好新轮胎后，将旧轮胎放置一旁，并用小刀划开轮胎内侧。你并不懂机车这方面，只以为是常有的事。正当两人全神贯注之际，吴姐戴着手套摸到某个轮胎内部圆形之物时，瞳孔猛地收缩。听闻是一回事，可当事实真正被证实，那震惊之感又是另一番滋味。这一刻，她联想到你口中那个所谓的自己，那双脚残疾的未来，瞬间让她如坠冰窖，简直不敢想象。倘若今日没带着小弟来此，她今晚必定性命堪忧。太可怕了，必须得报警。吴姐脸色难看地站起身：“这是引爆器，我要去报警，有人要害我。”说完便往外冲，冲到一半，却听到你无语的心声。吴姐跑得也太快了，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难道她就不查查其他机车吗？万一其他机车也有问题，那混蛋被抓的时候，直接把所有车轮胎都引爆，那画面简直太刺激了。吴姐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退了回来。你一回头，看到的是不知何时沉稳站在身后的吴姐身影。要是对方没喘着粗气，那就更完美。你茫然地眨眨眼：“吴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报警了吗？”你思索片刻，决定先给其他机车检查一下，再去报警。毕竟要减少执法人员同志的任务量，人民有责，绝对不可以马虎。就算在我心里，她做不成酷炫狂炸的女人，也绝不能做个大傻春。看着吴姐勤勤恳恳干活，你靠在一辆雪白的机车上，毫无心理负担的摆烂。这辆车好好看哦，不知道骑起来是什么感觉，一定超棒。想到这儿，你兴致勃勃地问吴姐：“我可以开这辆机车吗？”吴姐早就注意到你靠在她的白色机车上，说道：“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现在太小，等长大点再教你骑吧。”内心年龄比吴姐还大的你，觉得要强调一下：“我觉得我可以，我已经14岁了。”吴姐说出实话：“可是你腿短啊，我怕你家不稳机车。”说完她就意识到不妥：“姐，我们只是姐弟，你别这样。”吴姐刚想开口安慰你，就听到你猝不及防的转移话题：“吴姐，根据你和方姨的约定，今晚谁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你们就听谁的话吧。”没错，就是这样，我们愿赌服输。换好轮胎后，吴姐报警，执法人员很快上门调查处理此事。因为吴姐的机车轮胎大部分是特别定制，只有部分厂家能做。根据她提供的信息，执法人员很快一路追查过去，并顺利找到那个私自开设赌场的混蛋。吴姐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几拳。大姐收到消息时，脸色极为难看。吴姐作为当事人，原本还要在执法机构走不少流程，但她和大姐表示今晚还有赌约，得赶过去赴约。又被愤怒中夹杂着无语的大姐在屁股上踹了2脚，被踹出执法机构。大姐让她好好照顾弟弟，等她处理完事情。出了执法机构，天色已暗。吴姐带孩子向来很粗糙，主打一个能活就行。随便给你投喂了一顿后，就骑着她心爱的小汽车风驰电掣地去了盘山路。临走前还不忘请了个保姆过来，特地把房子收拾一遍，把不该有的都藏起来。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这位闺蜜了。吴姐信任地拍了拍温暖的肩膀，然后转头对你道：“小弟，这是我们寝室的全能妈妈，你要是有心事可以向她诉说。”果然，女生每个寝室都有属于自己的妈妈。吴姐解决完事情，春风得意地离开。等人走远后，温暖无语地关上门，说得轻巧，她也没怎么和男孩子相处过呀。不过经过上午的相处，温暖觉得你其实是很乖的小孩，问题应该不大。温暖揣着口袋里被塞的300块钱，回头对你露出微笑：“小旭弟弟，要不要大姐姐陪你打游戏啊？”你摆出乖巧的微笑：“温姐，我不想要游戏，要不我们一起去看姐姐比赛吧？”这怎么能行？温暖露出不赞同的眼神，随便找了个借口：“你看上次商姐不在家，就被不法分子闯了进来，我们总得帮她看着家呀。”你很善解人意的点头。正在此时，别墅门铃响起，你笑容扩大几分：“温暖姐，我点了外卖。”
你能帮我去拿一下吗？好嘞。温暖只当是小孩子晚饭没吃饱，点了外卖充饥，没多想。结果刚打开门，就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门外一位脸上有伤疤，头上戴着个黄色兔兔头盔的外卖骑手，正一脸凶相地站在门口。这一幕就特别像道上混的大哥伪装成外卖骑手来收保护费。哎呀呀呀！温暖警惕地后退2步，做出防御之态，气势很足，就是嘴皮子有点哆嗦。我劝你冷静啊，这年头抢劫是违法的，我会报警哦，你别过来啊！骑手大哥见状，面不改色，上前一步，声音雄厚地询问：你好，你的外卖已到货，请领取一下。温暖一愣，不明所以。是我，骑手大哥，你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弟弟商旭，刚刚购买你们外卖新推出的孤寡老人陪伴服，陪伴人就是你。还有他把我的摩托开走了，所以接下来2个小时还请多多指教。余言震惊，什么？另一边，成功从阳台溜走的你，骑着熟悉的外卖摩托，眼中含泪，笑得温柔。再见了温暖，放心吧，我给你挑的陪伴人可是我曾经送外卖时的师傅。他虽然长得凶恶，但其实是个心思很细腻的男人，一定会相处愉快的。另一边的盘山路，一红一黄2辆机车在蜿蜒山道上并驾齐驱，速度和技术不分上下。身后还有不少汽车被远远甩在车屁股后，随着一道大幅度高难度压弯，红色机车明显超过黄车一段距离。红车车主回头，嚣张地举起2根手指放在额头，摆了个告辞的动作。放弃吧，小金毛，接下来1个月就乖乖给本小姐端茶倒水吧。方姨呵呵一声，商田，等你赢了我再说这种豪言壮语吧，梦话就别拿出来说了。吴姐张张嘴刚要继续，突然耳边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这速度还要弯腰，花里胡哨的商田。2人听到身后的破风声，齐齐回头。一辆写着某团外卖的黄色摩托车仿佛在黑暗中发着光，随着一道滴滴声闪亮登场，骑着外卖摩托在2人震惊的目光中反超了2人的摩托，并在前方拐角压了一道完美弯，用实力秀了2人一脸，还附赠风带来的一句话：哎呦不错哟，我在山顶等你们。等2人一路疾驰抵达终点之时，映入眼帘的竟是高手对他们不屑一顾的背影。小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极限压弯？是谁教你的？吴姐此刻已完全顾不上他那沉稳的形象，如同飞扑一般冲了过来，满脑子都是自己竟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被弟弟秒杀了。我连连摇头，嘴里嘟囔着：没人叫我啊，就是随便开开。我虽然没开过机车，但送过外卖啊，原理差不多的。本来只是想试试，没想到这2个人这么弱，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小弟弟，你的车装的什么配置？怎么跑这么快？方姨满脸不信邪，围着那辆外卖摩托不停地打转。她坚信这辆车一定暗藏着什么玄机，只是自己还没看出来。你却风轻云淡地说道：就装了一个准时保，别看了，能超过我后轮的只能是我的前轮。然后我俩就这么慢悠悠地回家。快要到别墅的时候，旁边墙角蹲着个玩手机的中年大叔，突然站起身朝我们走来。吴姐下意识地挡在弟弟身前，眉头紧锁，态度警惕，问道：你想干嘛？只见这位有点中年秃顶，看起来还挺面善的大叔从兜里掏出2颗糖，对2人露出一个和蔼可亲的笑脸，说道：你好，2位小朋友，叔叔这有糖，能不能跟叔叔聊会儿天呀？2姐弟脸色古怪，吴姐面无表情地指着对方，认真地对你说：你看，这就是典型骗子的糖衣炮弹，这种时候应该快跑，不过有我在，我们不用怕，继续走就行。别，我不是骗子。中年大叔连忙摆手。吴姐翻了个白眼，刚想嘲讽谁家骗子承认自己是骗子，便听到身旁试探的声音：你是米导演吗？中年大叔眼睛顿时亮了，说道：你好小弟，米导演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拍过不少国际大片，你2姐有今天，我功不可没，算是他的恩师啊。吴姐脸色僵硬，真不是骗子呀？你意思是想邀请我和2姐参加亲子综艺？你声音古怪的询问。没错，不过准确来说不是邀请。这位中年大叔泪眼汪汪，声音可怜的不行，该说不说，挺辣眼睛的。这档亲子综艺原本我都和2姐讲好签好合同了，没想到这丫头突然毁约了，宁愿补偿赔偿金都不愿意上台。我年纪都这么大了，容易吗？米老头，你还真的在这里啊？不远处传来一声咆哮，伴随着无辜路人的一声尖叫：丧尸啊！一个浑身染血，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一头散发面目狰狞的女人快速的阴暗扭曲冲来。导演吓得脸都白了，吴姐扛起旁边安详等死的小弟就跑。回来是我。2姐朝狂奔而去，马上就要只剩一个背影的吴姐大喊一声，2人又折了回来。2姐几日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拉狂了？吴姐上下打量对方。2姐提到伤心事，没好气道：主角演多了，我想拓宽戏路，演点路人甲有问题。问题倒是没有，吴姐很直白地说，不过你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要陪一个男的吗？现在怎么有闲情去打酱油了？米导演这个时候凑了过来，那倒不是，这丫头最近说压力过大，要去演丧尸放松身心。2姐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在下一秒应验。你若有所思的点头，原来如此。要这样说，2姐这段日子确实压力过大，果然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变态。
看在二姐都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不跟吴姐说出二姐白月光其实就是个骗钱骗心的骗子，还被骗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扎心真相了。二姐才对米导演道：米老头，我记得我之前拒绝过你，不参加这档亲子综艺，你怎么还转过来了呢？违约金给你就是了，我不缺你那点违约金。你导演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要的是你这个人，原本都说好的，你到底为什么拒绝？对方是他的恩师，二姐既不好把话说太难听，也不好把因为那骗子白月光的事说出来，毕竟他之前也答应过要参加。对上米老头炯炯有神的目光，你思索了一下，我能问问这综艺叫什么吗？米导演闻言自豪地介绍，我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燃烧吧清醒。怎么样，是不是一听这名字氛围感就来了？你目瞪口呆，这导演是有点取名艺术在身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个吃散伙饭的节目，不过这个综艺还怪耳熟的呢。二姐和吴姐猛然抬头，熟练地做聆听状，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综艺里的嘉宾都蛮奇葩的，大多表面一本正经，实际上背地里玩的比谁都花，好几个差点被封杀。辛苦1年归来，仍是新人。两姐妹看米导演的眼神都不由得带上点同情之色。二姐甚至已经想要不要侧面劝他老师，这行他不适合，还是滚回去老老实实拍电影吧。第二天一早，凌晨5点，天还没亮，燃烧吧亲情节目组已经到达二姐的洋房前，导演对着镜头露出微笑，直播间已经开启，欢迎大家进入燃烧吧亲情直播间，现在是凌晨5点，我们将进行突击任务，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算是送给大家的粉丝福利之一。导演的笑容逐渐缺德，他打个响指，一个快递员打扮的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份文件样式的包。在观众们的期待中，快递小哥敲响房门，咚咚咚咚，门外响起敲门声。由于懒人沙发过于舒服，正在睡觉的你一下就睁开了双眼，望向门口的方向。门外传来男人的声音：有人吗？这里有份陈静女士的快递，请签收一下，放在门口就好。你不耐烦地说道：可是这个快递需要当场签收，麻烦来签一下名。对方磨了片刻，不好意思地说道：还是请您开门签收吧，不太方便。你缓缓眯起眼，这人怎么屁话那么多？你可不想去叫醒二姐，她的精神本来就岌岌可危了，要是连觉都睡不够，万一疯跑到街上去撒疯怎么办？你说道：我这边也不太方便，要不你晚1-2个小时再来。对面的快递员声音终于不再平静，听上去有些哭腔：麻烦您别开玩笑，快点吧，我送完这个件就要去公司取钱了，我家人得做手术，急着用钱，我都急得不想活了。两人像打太极一样，一来一回，终于你率先松口：这样了，我马上就来。你从懒人沙发上一个驴打挺，从书包里掏出一根细长的电击棒，冲了出去，然后没有丝毫犹豫打开开关，往门缝里狠狠一捅，滋啦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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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段叽里咕噜的声音，扑通一声，门外的人轰然倒地。导演组和直播间的人都惊呆了。你利落收到，快递员整个人都恍惚了，趴在地上颤颤巍巍地竖起一根手指，说道：你是魔鬼吗？你都不看看我，你就捅我。刚说完，他就感觉眉心一凉，一根电击棒从门底下抵在他眉心，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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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2度，直到外面再次失去声音。你利落的补完刀，在导演组的救人直播间里啊，爷爷可谓是活得够久，仿佛见到了活阎王一般。听闻外面传来那兵荒马乱的声响，你却丝毫不显慌乱，心里估摸着这怕又是团伙作案，还想着对方是不是想装快递员来骗自己呢。你那前几辈子的二姐名声被陷害臭了之后，都不知为他接过多少种威胁了，这就快递员的招数都被那群黑子玩得烂透了。要知道二姐有个习惯，向来从不填写自己的真实地址，不管多紧急的事，她都只填经纪人的地址，这就导致了重要文件是经纪人收，粉丝礼物是经纪人收，侮辱谩骂是经纪人收，威胁恐吓是经纪人收，连私生饭潜入也是经纪人收。他的经纪人简直堪称太监界的首席督官呐，由此便可知门外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二姐啊，她只是睡熟了，并非真死，可门外的动静还是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整个人迷迷糊糊地走过来，双眼迷离，嘴里嘟囔着发生了什么。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解释，二姐总算是搞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她饶有兴致地看着米导演，问道：那我们这个任务应该算通过了吧？米导演抹着汗说道：通过了，通过了，人都要被干掉了，别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坏人都要危险了。米导演给了二姐一个眼神，气氛都烘托到这了，便说道：那请商城后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带去节目的嘉宾吧。二姐点头，简单介绍道：这次带的是我的弟弟商旭。直播间里有不少二姐的粉丝，有的粉丝爱屋及乌自带滤镜，有的粉丝却不想接受现实，但都无一例外好奇这位少爷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你本人则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成功的孤立了所有人，淡定地坐在餐桌边喝水。在节目组的要求下，嘉宾们纷纷集合，乘坐巴士前往拍摄地点。在途中，你站在原地，却不料一辆劳斯莱斯竟在道路上逆行而来，路过的车辆见状纷纷急忙躲避，而我根本来不及刹车，就与那辆车撞上了。紧接着，那车主气势汹汹地从车里冲了出来，用手指着我，开始大声地叫骂起来。那话语之粗俗，简直不堪入耳，仿佛要把我祖宗18代都问候一遍。
这突如其来的碰撞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心中满是委屈，却又不知该如何辩解。四合院外，嘹亮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你震惊地看向问道：“二姐，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你打的什么号码？执法人员跟坐火箭来的一样。”二姐十分茫然地拿着自己的手机，说道：“我还没打出去呢。”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充满了疑惑，那到底是谁报的警啊？执法人员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原本在房间内睡觉的嘉宾都被吵醒了，纷纷出来查探情况。一名一身制服的执法人员走上前，在周景深惊恐的视线下拿出执法人员证，严肃地说道：“周景深先生，你涉嫌盗取商氏集团机密，证据确凿，请跟我们走一趟。”等等等等，给我整不会了，周景深不是私闯民宅吗？怎么又变成盗窃机密了？前一秒我还在听他们讲话，后一秒执法人员都来了。你听到盗取商氏集团机密，恍然大悟。是这样，周景深之前借着二姐盗取公司文件，还以为所有证据都被销毁了，没想到大姐真的查出来了。二姐一愣，也反应过来，在执法人员把人带走前，她连忙凑过去，把刚刚私闯民宅的证据交到执法人员手里，生怕错过了落井下石的机会。至于身后周景深怨恨的目光，则被他完全无视了过去。大姐，你见到从门口走进来的身影，立刻开心地打招呼。大姐看到你冷肃的脸微微柔和，见到二姐又冷了下来。二姐哭哭道：“真就弟弟是个宝，妹妹是根草，是吧？”商家大姐走来，对两人道：“我这次来收个尾，你们录节目怎么样？除了需要动，其他都好。”不错，确实，这次二姐冷静的时候真的很亮，果然靠谱，就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医美。这小妹总算是说点好听的。二姐嘴角不自觉上扬，大姐挑了挑眉，看向老二那张冲自己得意的嘴脸，怎么就那么不爽了？所以为了避免未来二姐恋爱脑复发，改天自己还是抽空带她去看看老中医，开点药调理调理吧。听说恋爱脑其实是种病，容易失去自我，过度忘我，其实是肾虚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多喝点中药，正好身心多调理一下。二姐咬牙切齿：“你丫的恋爱脑就算了，肾虚是什么鬼？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大姐忍俊不禁，结论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三人聊天的这一幕被摄像大哥拍下，直播间内原本还在指责周景深的话头一顿。尽管网友们听到商氏集团时对二姐和你的身份已经有所猜测，但真正见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震惊。所以这三个人真的是兄妹，以前就听说他背景很硬，没想到竟然是商氏集团，这谁能想到啊？总之这件事一出，不仅没给你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还收获了一群粉丝，甚至节目开播第一天夜晚直登热搜，给节目带来了一大波流量。你导演做梦都没想到，说来打酱油的小子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他看着周景深被执法人员铐走的背影，流下了痛苦泪水。喵的，节目第一天就给他捅了这么大篓子，后期又要花钱了，P掉必须 P掉。大姐就过来打个招呼，执法机构那边还得过去一趟，没待多久就离开了。京城昼夜温差大，晚上凉，你睡着就把自己卷成了一条寿司。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节目组就开始敲锣打鼓。你导演拿着个大喇叭，气沉丹田，站在四合院中央吆喝起床了。家人们，我都起来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起来？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不是别人卷死我们，就是我们卷死别人。所以来吧，让我们悄悄地惊艳所有人，快点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声音开始逐渐暴躁，你把脑袋往寿司卷里窝了窝，嘴里嘟囔：“请给我的屁股抹点防晒霜。”然后把自己卷得更紧了。二姐收拾好自己，其他嘉宾也已经纷纷集合。导演扫视了一圈，疑惑道：“商旭呢？”二姐眼皮跳了跳，还在床上，我等下再去叫他吧。米导演对自己最新上任的小姚钱树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之心，也行。说完，节目组正式派发了今日的第一个任务：做早餐。做早餐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再难吃也是饭，只要饿不死就行。但节目组还添了一个要求，米导演拿着大喇叭笑眯眯地补充：“我们节目组会将嘉宾们送到最近的农村，你们需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通过劳作去获得食材。”此言一出，大家面面相觑。他们个个都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就算家里不是特别富有，也肯定穷不到哪去。什么时候要沦落到体力劳作的地步？米导演早就料到会有人出头。不好意思，节目还没到需要金钱支付的环节。不过他话锋一转，除了体力劳作，倒还有智取的选项，那里也都是顶级食材。嘉宾们一听，眼睛都亮了。但秉承了导演组一向不会有什么好的想法，都没有贸然开口。果不其然，后话就来。当然，风险都是成正比的。我们组准备了2道题，你每个人都有一次挑战的机会。小孩们一道，大人也随后抵答。若他们共同答对，便能获得食材；反之，一旦答错，就会失去挑战机会。并且在前往农村获取食物之前，每人还得额外帮忙包20根玉米，这意味着总共要包40根玉米。嘉宾们的脸色都变了，可想而知，导演组不会出简单的题，完全不给他们犯错的机会。可别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将他们的表情尽收眼底。导演内心暗自得意。商旭垂死病中惊坐起，发现了吗？商旭弟弟只要每次和干饭前沾边的活动，都会变得特别积极，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你们都在夸什么啊？
商旭这明显就是在拖延以后的后腿嘛。导演组这次明显没安好心，好一个拖油瓶，那人家也是姐弟，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指点点？这么爱管闲事，是不是收份车经过你家门口，你都得尝尝咸淡？哥哥，你怎么头发这么乱就出来了？石瑶作为这里年纪最小，仅有8岁的小女孩，用手帮你把翘起的一根头发抚平。你闻言侧头，看到对方今天又换了一条蓝色的裙子，眼底充满了清澈。你看着看着，忽然浅浅一笑，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实在是忙糊涂了。”你接着问道：“你相信光吗？”没错，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好伙伴。昨晚我去拯救世界了。少女站在身侧，一双美丽的眸子微微弯曲，眼中夹带着丝丝笑意。雪白的睡裙被风微微撩起，长发随意地滑落在肩头，白皙的皮肤上带着刚刚睡醒的浅红，宛如女娲精心描绘的碧舍。你不急不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道：“请支持我，有事没事可以往这张卡上打点小钱，为地球的和平事业添砖加瓦。你的外貌无疑极为优越。”石瑶听到你打钱的要求，脑中的第一个想法也是给，只是区钱而已。凭什么不给他？别说小钱，大钱都可以，就算说他是本人，我都信。长得跟王子一样的哥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他只是想多睡一会儿，满足他同样被颜值暴击的不只是妖，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昨天你为了减少自己的存在感，基本都是躲着镜头，在行动时也不怎么喜欢露正脸，唯一露面还是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时候。二姐发现后就拉着你说，让你去镜头前笑一笑，用颜值提升观众的容忍度，还有不少好处。你没有意见，你自认没才华，就靠脸吧，靠脸最轻松，坐在那里就行，只要不让我干活，什么都好说。好帅的一张脸，咱就是说直接垂直入坑好吗？